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6种抓钱抓到手抽筋的掌纹。一般情况下认为看手相就是看3条线：生命线、智慧线、感情线。其实这是不全面的，这3条是手掌中的主要纹线，手掌中还有其他众多辅助纹线，各自代表着具体的含义。如事业线代表着人在事业方面的运势和成就，婚姻线则代表人的婚姻情况，成功线代表人的贵人运等等。另外还有一些不太常见的纹线，也有着特别的寓意。如小酱之接下来给酱友们介绍的这6种掌纹，就代表了一个人所能够拥有的财富的多少，以及其人的聚财能力。一般拥有这6种掌纹的人都是天生的大富翁，抓钱抓到手抽筋。1. 双鱼纹。什么是双鱼纹？所谓双鱼纹也叫鱼形纹，是指在手掌中出现的半弧状的交叉纹，形状像一个鱼形。2. 长有双鱼纹的人命运如何？这是一种比较少见的掌纹，有这种掌纹的人往往能力过人，才华横溢，智慧超群，而且运气很好，一般都能成为成功人士。成功以后房子车子不在话下，是属于有名有利的人。1. 双鱼纹出现在肯宫、正宫，文采出众。双鱼纹出现在拇指下方和掌心交汇处时，肯宫、正宫是文昌星照命，预示此人文采出众，学习能力和写作能力俱佳，会获得很高的学历。倘若这种手相的人手掌掌心红润，掌纹细腻，那么这个人官运好，能依靠自己的努力踏上官职。男士的话，可以娶一个高贵有钱的妻子，辅助他去达成他的官运、财运。2. 双鱼纹出现在坎宫，有贵人相助。双鱼纹出现在坎宫称坎鱼纹，主意有贵人相助，做事情比较容易成功，有社会名气，受人尊重，婚姻关系良好，一生富贵无比。3. 双鱼纹出现在中宫明堂，人缘极佳。双鱼纹出现在生命线上或者是掌心中宫位置，预示此人人缘极佳，有广泛的人脉，做事情总能找到助力，所以很容易成功，一生也是既富且贵。2. 折桂纹。什么是折桂纹？折桂纹就是在手掌的下方有一条从金星丘底部斜着延伸出来的线，贯穿几条由手掌底部和月丘缓缓向上延伸的纵线而形成的独特线形，古相学把它称之为折桂纹。2. 长有折桂纹的人命运如何？折桂纹主荣贵，拥有这种手纹的人不论男女，贵人运都不错，在生活中容易遇到贵人的帮助，再加上自己也很努力，所以会干出一番大事业，事业成功，财运自然也跟着好。1. 生有折桂纹的人学识渊博。折桂纹代表一种特殊的才干与渊博的学识，所覆盖的星丘也是学术研究、文化思维、意识灵性有关，因此折桂纹多指带天赋与名气。这个线形所在的位置又是中国古相法所代表的乾宫，乾代表高贵的人，在奇门遁甲中乾又是生门的位置，代表灵性、超脱与往生，所以这种纹路的人天性与高贵的人有缘，容易受人赏识欢迎，登高折桂，一鸣惊人，往往具有比较传奇的经历。中国古代的纵横家可能多出这种纹路。2. 生有折桂纹的男人功成名就。男人手掌中生有折桂纹是非常吉利的，是福泽深厚的表现。生有此纹的男人往往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才华横溢，必能在大考中夺得头名状元，有过人才干，工作步步高升，能收获功名利禄，财气和福分都不少。此外，在婚姻上也能取得贤惠好妻子，既有稳定的事业，也有美满的家庭，可谓是事业、财运、婚姻俱佳，人生运势非常顺遂。3. 雁阵纹。什么是雁阵纹？雁阵纹顾名思义，就是像大雁群飞的队列一样。秋天来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人字形，一会儿排成一字形，所以称之为雁阵纹。古书中对雁阵纹的图解有2种，第一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3条从生命线上向上升起的并列线纹，看起来很整齐又有气势。另外一种是在事业线的末端出现的人字形并列线纹，也叫雁阵纹。2. 长有雁阵纹的人命运如何？ 1. 生有雁阵纹的人易发达富贵。相书中说，朝衙文类雁排行，一旦功名姓氏扬，出入黄都为将相，归来待遇须乡。也就是说，雁阵纹形状像许多大雁并列在掌中央，人生有此纹能发达富贵，
必可进入朝迁辅佐君主，深爱君主器重，委以重任，名声远扬。在现代来看，如果你拥有此类首相的话，那也是不愁吃穿之相，生活富足，既能得到领导的赏识，还能获得升职加薪，委以重任，做出一番大事业。2. 生有验证纹的人，品格优秀。掌中生有验证纹的人具有清贵气质，心直仁厚，清廉善心，在古代文官的手上比较多见。验证纹其实表达的是一种被追随、被信任的概念，大都指代名气。出现在手掌的不同位置，也都有不同的意义或倾向的领域。比如很多优秀的作家、导师、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将军等等。但实际成功与否，并非一概而论，只是一种参考，也是古代量才而用道德品格的一种借鉴。4. 三奇纹。1. 什么是三奇纹？三奇纹是一种非常吉利的掌纹，通常可分为2种，一种是太阳线从中间开始分成的3条向上的线。男性主其人在事业上有多种愿望，可多方面发展事业，并在各种事业上均有所成。女性主干练持家，旺夫兴家，如太阳线之支线漏缝者，男性主先成后败，女性主到老孤独。另一种是事业线，太阳线以及财运线或者是健康线集结在一起而成的。如果掌中有此纹，其人会名利双收，具有事业潜能，很是了得，绝非凡品。其人的成功与著作、社交或口才有关，如作家、律师、教授等。3. 掌有三奇纹的人命运如何？ 1. 掌中生有三奇纹的人财官双美。三奇纹的三奇究竟是指的哪三奇？民间传闻：1奇为金玉良缘，婚姻和谐美满；2奇未能遇到知己贵人，纵使危难当头，也会有贵人及时相助，成功转运；3奇便是横财加身，富贵吉祥。三奇纹明显的人，人天生就注定命运不凡。他们要么就是成为发明家，给人类带来不少便利的发明，要么就是个商业巨子，给社会贡献了极大的财富。此生要官有官，求财得财。2. 掌中生有三奇纹的人经得起风浪。掌中生有三奇纹的男人，放在古代就是宰相命，他们对政治保持着超高的敏感度，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处理是他们能够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他们敢于承担责任，经得起大风大浪，在大是大非面前也保持自己的原则，最终会因努力不懈、不断进取而达到成功。5. 美鹿纹。1. 什么是美鹿纹？在手掌中有不少三角形的手纹，而且都是偏斜成横纹状的三角纹，这些倾斜的形状接近于三角形的手纹就是美鹿纹。如果出现在手掌中的对宫、坤宫或肯宫等区域，纹路清晰深刻，象征着吉祥与富贵。2. 掌有美鹿纹的人命运如何？ 1. 掌中生有美鹿纹的人家境优越。掌中生有美鹿纹的人通常家境优越，一生物质生活富足，衣食无忧，福泽深厚，很多方面都不需要自己操太多的心，所到之处自有人代为上宾，过得舒适自在，有一定的学习机会，见解非凡，长大能够大有作为，飞黄腾达。如果这种手纹刚好和其他手相特征相配，今生的成就就会远远超越父辈，也是光宗耀祖了。2. 掌中生有美鹿纹的人，贵人运很好。掌中生有美鹿纹的人，一生贵人运很好，一生很容易遇到贵人帮助，而且多数是异性贵人，也就是说命主很容易因为自己的爱人而获得好运，从而增加自己的财富收入。6. 千金纹。1. 什么是千金纹？千金纹的特征是在手掌中有玉柱纹，事业线由手掌根部向上延伸，超过了智慧线，但还没有感情线及中指，整体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千字。生有此掌纹的人家境富裕，同时还乐善好施，是十分富贵又难得的富人手相。要想知道人一生有多少富贵荣华可享，就要看此纹。2. 掌有千金纹的人命运如何？ 1. 掌中生有千金纹的人一生享尽荣华富贵。掌中生有千金纹的人衣食无忧，生活殷实，一生享尽荣华富贵。如果少年手上生有这种掌纹，必能早年就发达，前程似锦，家中财源滚滚，富甲一方。正所谓人生若欲问荣华，文遇千金直上家。涉使少年人得此，前程富贵有人夸。需注意的是，脾气切不可暴躁，否则必冲毁前程。2. 掌中生有千金纹的人，前途不可估量。掌中有千金纹的人，事业会起步的比较早，在事业上会有很好的成绩，前途不可估量，
一生衣食无忧，生活殷实，财运不断，甚至有可能成为富可敌国的人。但是其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脾气不好，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而焦虑。如果能够改了这一缺点，未来财运会更加旺盛。从人的手相可以看出很多问题，比如说一个人是否有疾病，身体哪方面需要保护，还可以通过健康程度看出一个人的寿命有多久。那么如何通过手相看出哪些人寿命长，哪些人寿命短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一、短命手相的特征。一、生命线很短。手相中的生命线是主要纹路之一，主要与我们生命力是相关的，跟身体健康、寿命长短也有着密切的关联。生命线越短的人，生命力越差，健康运势不好，身体的抵抗力也很弱，因此这样手相的人特别容易被一些病魔困扰，身体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疾病。可以说生命线很短的人从小就是体弱多病。二、生命线中间有缝隙。一般情况下，如果生命线的纹路是连续的，那么一般都是不会中断的。但是有的人手中的生命线就不同了，这类人的生命线可能会出现了中断的情况。生命线的纹路中间如果是有间隙，但是后面又连上了，那么这样的生命线也代表个人的健康运不好，命中多病，主其人寿命不长，可能早逝。三、生命线末端的星形纹。在生命线的末端出现了星形纹，这是一个非常凶的征兆。一般来说，这样的手相很可能不是自然死亡，比如外出时遇到车祸等等，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意外，随时可能夺去他们的生命，因此有这种手相的人生活当中要注意。四、生命线周围很多细小纹路。如果生命线周围有很多细小纹路的话，说明此人的抵抗力比较差，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经常会受到疾病的干扰，给身体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即使长大成人，他们的身体机能也不是很好，经常会出现一些细微的毛病，比如感冒发烧或者头疼胸闷之类的毛病。这些情况也会引起比较大的病变，给生命带来影响，很可能会英年早逝。五、健康线下垂碰到生命线。手相中的健康线顾名思义是关系着我们身体健康的纹路。如果你手相中的健康线下垂且碰到了生命线，这样的手相说明你的健康运势也非常不好，容易早逝短命，也容易因为健康方面的原因死于非命。其实有健康纹的人并不健康，而是健康出现了问题的预警。六、智慧线上有星纹。许多人认为智慧线与我们的健康没有关系，但事实上，从智慧线中我们也可以推断出一个人的寿命信息。如果一个人的智慧线上出现一个星纹，那么这个人有中风的迹象就会突然出现。因此，拥有星纹的智慧线的人需要时刻小心，他们应该注意养生，否则很可能会猝死。七、智慧线向下弯曲。智慧线不仅与人的智慧有关，还与人的思想、心灵、精神状态有关。智慧线下垂而弯曲的人是悲观的，他们不乐观，而是悲观和沮丧的。因此，像这样手相的人特别容易因为抑郁而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由此可见，那些智慧线向下弯曲的人很难获得长寿。八、手掌杂纹比较多。如果手掌的杂纹比较多的话，说明此人的烦心事儿比较多，生活中经常处于烦躁压抑的状态，这样的心情会给身体带来很不好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心脏方面，如果经常面对繁重的压力和众多烦心事儿，心脏方面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我们都知道心脏的重要性，一旦心脏出现病变，那么很有可能会给生命造成威胁和影响，所以手掌杂纹比较多的话，也是短命的象征。二、长寿手相的特征。一、生命线清晰深长。生命线是人手掌三大主纹之一，不仅是表现寿命长短、健康状态、有无病难以及突发事故的部位，同时也要做预防灾厄和提高的部位。可以说，此纹路在手相中与一个人的生命力、身体健康、寿命长短等方面的信息是息息相关的。若是一个人的生命线清晰深长，意味着其生命力顽强，体格强健，身体健康，不易患病。因此有这种生命线手相的人相对来说会更加长寿，生活美满。
2. 生命线无分支。对于生命线来说，没有分支是更好的一种表现。手相中生命线无分支的人身体都比较好，在他们的体内包含着各种病毒的抵抗力，让他们很难被病毒入侵到身体，比较少生病，身体会更加健康。他们积极运动，保持身体健康，生命自然而然也就更长了。3. 手掌厚实饱满。在手相中，从一个人的手掌外形也能看出其身体健康的信息，从而判断其寿命长短。一般来说，手掌饱满厚实，手背有肉，预示着有福气，财运好，还说明这类人的寿命很长，健康运势很不错，远离疾病，所以这也是预示长寿的手相之一。4. 贵人线交叉。贵人线又称姊妹线，是在生命线的内侧，紧靠生命线，与生命线互相平行的线。若是一个人的贵人线呈交叉状，纹线深且清楚，代表有贵人运，往往事业有成，而且寿命也比较长。由此手相者会一生平顺，多子多孙，长寿喜乐。5. 财运线没有断裂。财运线也叫水星线，是出于水星丘的短竖线，代表一个人的金钱运，也跟人的寿命有关。若是在手相中，水星线距离生命线只有一点点，是一条直线，中间没有断裂，表示这个人的身体很健康，消化呼吸器官状况都不错，这也是一种代表长寿的手相。6. 手掌色泽红润，有光泽。从个人面相的气色中可以知晓一个人的健康与寿命，同样从一个人的手相的气色中也不难看出一个人的健康与寿命。如果一个人的手掌的气色发黄发白，没有血色，这样的手掌多数意味着你身体健康不佳，寿命不长。但如果你手掌的色泽红润，手掌血气充足，则说明你个人的寿命很长，身体健康。7. 掌心有痣。从相学上来看，掌心的痣主富贵，有这种痣的人比较少见。掌心有痣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头脑十分聪颖的人，这类人懂得如何能够更好的规划人生，也十分理性的在各种需要选择的十字路口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样的人注定拥有精彩的人生，而且长命百岁。8. 手腕线伸长。手腕线长而深，形状整齐，没有断痕，说明此人的思维清晰，工作能力强，有一定的魅力，既能将工作安排得有条不紊，还能将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伴侣的条件十分优越，也十分注重家庭，双方生活在一起，婚姻幸福美满，工作生活等无忧，同时还会注重养生，自然会更长寿。9. 食指与无名指一样长。食指与无名指一样长是典型的福相，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往往有着勃勃的雄心壮志，在事业和学业的路上都会走得一帆风顺，在爱情方面亦是顺风顺水。在顺利的人生里，这种类型的人几乎不会经受灾难，生理和心理都始终保持着年轻和干劲儿，故而定能福寿双全。以上就是关于手相寿命长久的特征，不过人一直在时时刻刻发生细微的变化，如果你是短命手，也不用太紧张，在平日多多积善，也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的。50岁以后发财的手相。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赢在起跑线上，有些人可能在起点的时候冲劲很足，但是后期动力不足，但有些人可能起点并不高，却一直坚持，最终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人的运势表现也有类似的情况，尤其是财运上，很多人可能年轻的时候想要挣钱非常难，但是中晚年却迎来了机遇。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50岁之后发财的手相都有哪些特点，什么样的手相会在财富上大器晚成呢？一、智慧线伸长。首先，50岁之后发财的人往往智慧线很长，我们摊开手掌，能够明显的看到3个比较伸长的纹路，位于中间的那条就是智慧线。一般而言，人们的智慧线是比较短的，但是如果智慧线伸长，那么代表这个人聪慧有韧性，做事善于思考，谋定而后动，而且洞察力惊人，可以发现很多常人难以发现的财富运势。不过这样的人之所以年轻的时候不能发财，主要是他们思虑太多，
总是不能把握住挣钱的时机，加上大部分人在年轻时候的财富底气不足，不敢尝试一些具有风险性的项目，只有等到年过半百，身上的负担减轻，才会大展手脚。因此50岁之后，智慧线深长的人会在财富上表现出惊人的天赋，而且年龄越大，挣钱的机会就越多。2、手掌心有2条玉柱纹路，玉柱纹路是从上到下贯穿整个手掌的纹路，一般人能够拥有1条玉柱纹路就相当不错，而能够同时拥有2条，即1条可以直通中指，1条直通食指，那么这样的人就会拥有晚年的福报。也就是说，在50岁之后，他们的财运会越来越好。这部分人大器晚成，主要是年轻的时候，他们往往生活没有目标，做事总是不知所云，有些任性随意，因此大都一事无成，或者表现得庸庸碌碌。但是到了50岁，作为财运的分界线，这部分人似乎在思维意识上被打通了任督二脉，财富思维忽然间被提升，可以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财运就会越来越多地向他们倾斜，最终晚年福禄大增，成为人上人。3、看拇指和无名指是不是有斗，斗和簸箕是手指头的一种纹路表现，斗就是像年轮一样可以呈现数圈闭合圆形的纹路。如果有1只手在拇指和无名指上都有斗的人，那么他们50岁之后可以获得财富的几率很大，而2只手都呈现这种手指头纹路，那么50岁之后功成名就的几率几乎是100%。这部分人他们的思维意识有一个慢慢提升的过程，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花期比较长，有些人年少得志就是早早的开花结果，让人看到他们的能力，而拇指和无名指有斗的人则是需要时间慢慢的给他们增加阅历和经验，等待一定的时机，厚积薄发，最终在中年之后开始走向人生的巅峰，财富运势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水涨船高，属于能力和智慧都爆发较晚的一类人。4、手食指长，食指长者性格倔强，行事注重原则，进取之心强旺，凡事善始善终，财大气粗，早年可得富贵，然不善理财，钱财流失过快，衣食平平，中年之时心性沉稳，善聚财，亦能勤俭持家，财富得以积累，满堂富贵。5、手掌厚，手掌越厚，这说明这个人的底气越足，手背高出的人勤劳肯干，做事踏实。所以说一个人的手掌又厚而且有肉，只能说明他们很能赚钱，日进斗金不是问题。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手掌厚的人会赚钱，却不一定能存钱。如果中指和无名指的缝隙大，难并拢，则是漏财的象征，即使能赚大钱，在晚年之后也会被挥霍一空，连累子女家人。6、生命线分支向手腕延伸，这类手相的人在早些年的时候，日子过得很清贫，尤其是家庭条件可能会非常糟糕，父母没有本事赚到大钱，在小的时候也会吃很多苦头。但是这类人本身是特别有上进心的，可以在职场中摸爬滚打，能够不断累积工作经验，还可以持续升职加薪。基本上到了中年的时候，赚钱能力就已经很强了，可以让自己的生活状态变得越来越好。到了50多岁，就可以成为远近闻名的有钱人了。到了晚年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为了金钱方面的事情感到操心，日子会非常幸福。7.3约文，这类手相的人在年轻的时候，财运表现得很糟糕，没有办法赚到大钱，而且还总是会遇到意料之外的钱财破损事件，比如说走在路上丢钱，再比如说家中遭遇窃贼光顾等等，手里根本就没有太多的积蓄，日子过得会很艰难。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财运呈现出攀升的态势，尤其是偏财运势会变得很旺盛，有可能获得天降财富，很有可能因为买彩票中大奖，或者是通过购买投资理财产品给自己带来丰厚的收益等等，甚至有可能一夜暴富。
彻底财务自由。手相有好，那也有坏，最差最不好的手相有哪些特征？一、智慧线折断、破碎或过分弯垂。智慧线折断、破碎代表思想凌乱，没有条理，目的不明，幻想过多，不满现实，但又懒于去寻找出路。同时常常有难以忍受的剧烈的头痛，有时头痛剧增而至后颈、肩膊、后背的上半部都疼痛异常，使人无心工作。二、事业线起于生命线。事业线起于生命线，多数是职业女性。这种手相的女生通常能干又努力，但老公给的帮助不大，难享福福。事业上的成功以及家庭的地位都是靠她自己努力得来的，通常是你给老公福气，因此在家中的地位也是比较高的。越来越有强势的势头，倘若事业线起于生命线下半部时，更是历尽千辛万苦以求功名，是人定胜天的奉行者。事业线起于生命线中段，也是努力者，不过相较之下，是在生活条件 OK 的状况下做努力，这样的努力并预期可以逐渐得到收获，脚踏实地，从不靠运气和侥幸。三、女生必看的不好手相。头脑线破碎成断断续续的手相，主无法集中意志力，也无理解力，于读书、工作均不积极，只想追求享乐，沉迷于酒色生活，又因身体软弱，做事缺乏活力，所以财运不好。头脑线断断续续重叠，成为梯形的相，表示要想做好事情，但无耐心，由于过分享乐招致灾祸。到了中年，健康情况不良好，并有常患女性之倾向。四、事业线起于生命线。事业线起于生命线，多数是职业女性。这种手相的女生通常能干又努力，但老公给的帮助不大，难享福福。事业上的成功以及家庭的地位都是靠她自己努力得来的，通常是你给老公福气，因此在家中的地位也是比较高的，越来越有强势的势头。倘若事业线起于生命线下半部时，更是历尽千辛万苦以求功名，是人定胜天的奉行者。事业线起于生命线中段，也是努力者，不过相较之下，是在生活条件 OK 的状况下做努力，这样的努力并预期可以逐渐得到收获，脚踏实地，从不靠运气和侥幸。五、手上有反抗线。手上有反抗线，从来不会接受别人的命令，也不喜欢听他人指示，尤其倘若线长，一旦被束缚，就会引起他的反抗。像这样的女人，适合搭配一个个性温和或者年纪小的男人，否则多半是老公受支配却不服气。这种手相的女人有正义感，又喜欢辩论，不肯认输。倘若智慧线良好，做律师法官都会有成就。倘若有两条反抗线，则不是很好，容易一事无成。无论好运与坏运，不必高兴或气馁，福报享尽即为坏运，坏运过去即为好运，多行善事才是好运的根本。六、婚姻线上下起伏，或者呈锁链状。婚姻线上下起伏，或者呈锁链状。婚姻线上下起伏，或者呈锁链状，此人容易遇到小人，感情姻缘容易突变，婚后很容易出现离婚。事业上起伏不定，婚前容易人生迷茫，脾气倔强，一生碌碌无为，难成大事。如果是女士，婚后容易得妇科炎症，特别是盆腔炎、附件炎、输卵管的病症、宫颈炎。男士婚后容易得前列腺炎，生活逐步没落。七、冲天文压事业线。冲天文压事业线，那么青年时期人生顺利，但中年后开始经历风风雨雨，走下坡。女生的话，尤其婚姻不美满，容易离婚再嫁。这类女人比较有主见，事业心强，倘若老公可以宽容包容她，则是最好的。八、智慧线过分幼弱，其指无力的弯垂，同时食指的指尖比较尖削，智慧线过分幼弱，主会长期过分内向、羞怯、拘谨、困窘、畏惧，凡事都不放，
心，害怕批评，更害怕自己在无意中得罪人，于是性格会不断的萎缩，而缺乏进取，缺乏斗志。在做事方面，往往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们通过这些方法，充分利用手中的钱财文带来的运势，我们每个人都能更好地掌握自己的财富命运，迎来更加富足和幸福的生活。一、手指较长的手相，依照手指的长短来看财运。指头长而且直不偏斜的人，属于亲手创业型的，心灵手巧，大多凭手工技术吃饭，一般与一本万利的财运无缘。但是这种人处事慎重又擅长分析数据，属于智能型的，比较勤劳而又能实际操作。因此如果能将这种长处与工作相结合，比方说从事银行或证券等相关工作，高技术行业、高新技术行业，便能期待丰硕的成果。二、手指较短的手相，手掌长而食指比较短，这种手相大多比较肉多柔软，是日常生活中长时间用脑不动手的特征。他们大多外表比较憨厚，并且有敏锐的经营事业的头脑，外露憨厚，内藏精明，不会在乎小事，但是做起事来不拖泥带水，因此能够很快地下决定，并且勇于采取行动。由于本身具备了优越的经营能力，因此很适合致力于实业的经营工作管理者。不过手指的长度如果过分地短小，在比例上显得离谱的话，那么就显示这个人具有懒惰的性格。三、食指弯曲，骨节暴露。如果你的手指弯曲偏斜，是累心累身的一大命理特征。行内有与食指偏斜劳碌命，骨节暴露愁心人，这样的手指手型大多辛苦劳累，不是富贵之相。不过也有短时间发迹的朋友，要看好自己的富贵，千万不要因为过分嘚瑟，让自己再次回到贫困再现。四、拇指代表父母祖上，拥有圆润厚实拇指的人，可借父母之力，用钱的观念十分实在，不会将钱花在过分强调感官享受的事情上，像华丽的衣服和美食，在这种人的眼中是极为不实际的。这样的人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为人也相当务实，说一是一，不会有太多的心机。平而薄的拇指，粗细不匀，弯曲灵活，大多与厚实的拇指正好具有相反的性格。这样的人不喜欢一板一眼的日子，喜欢快捷方式，没有耐心，贪图享受。五、食指。食指在手相学中通常意味着支配欲、权力欲与一个人的进取心，所以食指较长的人性格也比较顽强，相当具有霸气和野心，容易有权力。食指长到中指，性格偏强硬，爱出风头，财大气粗的性格，起伏较大，往往很难存得住钱。这种类型的人，就算钱赚得多，花的也多，所以这种人要节制挥霍，控制欲望和消费习惯。六、中指。中指是4根手指中最长的，而且位于5根手指头的中心，象征一个人的命运，以圆润指掌为上。圆润指掌的中指代表有好的命运，事业财运、婚姻方面都有好的结果。如果中指生得过短，中指偏斜，偏向于食指，对事业比较执着；如果偏向于无名指，可能对家庭比较执着；如果粗细不匀，则是缺乏耐性和冲动的表示。这种人必须好好约束和规范自己的情感，不然很容易做出会令自己后悔莫及的事。七、无名指。无名指代表配偶和家庭关系，如果偏向于中指，表示你家庭的责任心很重，为家庭付出代价很大；如果偏向于小指，表示为晚辈子女付出很多。如果无名指跟中指一样长，那便是喜欢赌博的手相，对于任何事都有喜欢下赌注的兴趣。这种人一听到打麻将、赛马、玩牌，全身的血液都会立即沸腾，
眼睛也为之一亮。这种人的确对输赢有着相当敏锐的感觉，也喜欢投机性较高的理财方式。股票、房地产等投资生意会很乐意参与，但是并不表示有万全的把握。这样的人赶上极端的时间，会随便赌输整个家当，将会使自己落得倾家荡产。8. 小指代表子女、晚辈，如果小指特别的短小、弯曲，表示子女不给力，让你为子女操心费力，容易让你不能为子女骄傲。另外，小指还代表智慧、口才、艺术，又经常被乡学家称之为第二根拇指。有许多成功者几乎毫无例外地拥有一根比无名指第一指节线更长的小指。如果小指长直顺且圆润的人，通常有很卓越的办事才能和社交手腕。如果小指低于无名指的第一指节线很多，小指弯曲，那么这个人无论是在运势或财力方面都很难有所成就。第二，有这5种手相的人最招财，最有发财命，看看有你吗？一、财运线清晰而粗直，财运线又名水星线，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是衡量一个人财运好坏的重要标志。财运线生得清晰而粗直的人，通常有着较好的财运。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很会招财，擅长运用资金获利，而且是越动越旺。另外，因为水星丘掌管的是金钱，而太阳丘掌管的是人缘点名声及好运，所以当财运线出现在水星丘和太阳丘之间时，这样的人通常能够靠股票或不动产等生意赚大钱。2. 钱财纹数量多，所谓钱财纹，是指在水星丘小指根部和太阳丘无名指根部之间出现的细的斜线。一般人手上都钱财纹，只是数量有的多，有的少。通常手掌上钱财纹越多的人，财运越旺，越容易招财，尤其是偏财运好，例如工作上时常发奖金，或者常常意外中奖等等。3. 水星丘红润而隆起，水星丘在小指的根部，掌管一个人的财运、社交与商业头脑。水星丘生的红润且向上隆起的人，不仅在商业方面拥有绝佳的才能，而且财运也相当的好，容易遇到很好的赚钱机会，只要努力肯付出，便能赚得大笔财富。此外，这样的人自身的交际手腕也很棒，应变能力很强，若从事商业经营之类的职业，更容易成功，从而获得丰厚利润。4. 太阳丘、木星丘有星纹，在太阳丘或木星丘这2个任一部位出现星纹，都表示这个人拥有特别的好运，容易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从而心想事成，赚到很多财富。只是这种幸运星纹出现后，假如本人不善于把握机会，努力付出，也会自己消失。5. 智慧线有向上的支线，假如智慧线末端有支线向上延伸，表示这个人非常有商业头脑，而且有很强的金钱观念，对金钱既眷恋又敏锐，很能利用一切机会招财，常常在不知不觉间赚到很多钱。不过这个人在金钱的使用上非常节省，记得还是要适时的花钱，慰劳自己一下。6. 掌心厚实有凹陷，手掌就好比聚宝盆，掌心好比聚宝盆的盆底，掌心的薄厚深浅能看出此人一生的财富多少。掌心厚实凹陷的人能聚财守财，积累下丰厚的财富。有这种手相的女人也是天生的富贵命，有很强的理财、守财能力，持家能做到井井有条，生财有道，能够帮助丈夫守好财富，自己也能利用出色的理财能力赚取财富，积累下丰厚的家底，老有所依，能安享晚年。7. 太阳丘高隆，太阳丘代表着财富、才能与名声等。手掌中太阳丘隆起，
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赚钱能力和理财能力。有此手相的女人，性格坚毅但不苛刻，为人厚道，婚姻成功，是持家理财的一把手，在外能有出色的理财能力，能够在自己的事业上大放异彩，赢得出色事业成就和社会名望。对内也能持家有道，婚姻幸福美满，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8. 木星丘饱满圆润，木星丘能反映一个人的积极程度和上进心。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大多对财富和权力具有强烈的欲望，热衷名利，意志坚定，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在财富和社会地位上取得耀眼的成就，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若为女性，也会是事业型的女强人。不过有这样手相的人对待感情一般也会比较强势，所以在选择伴侣时，最好是选择性格互补类型的，或者是更具有忍耐和包容心的人，这样婚姻生活也能美满幸福。手相预测主要从色泽、形体还有纹理这3点入手。手相重、纹理清晰无杂纹的命主，一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会事业有成，婚姻早成，财运早旺。如果手相重再出现一些特殊的较为有利的符号，则会锦上添花，让自己的财运更上一层楼。元宝纹，元宝纹是指手掌中的玉柱线、生命线和智慧线构成一个元宝纹，注定一生财源广进，富贵有望。下图中命主实际从小家庭不富裕，毕业后23岁工作，27岁仍奋斗，但事业运开始有所好转。夫子眼，手相重，夫子眼又称凤眼，也称天眼纹，出现在大拇指第1节指节，有一个类似眼睛一般的圈形手纹。不论男女，拇指中若有此手纹者，为人聪明伶俐，年纪轻轻便能成就一番事业，一生财源滚滚。拇指上夫子眼较为明显，说明此人一生富贵有余。井字纹，手相重，巽宫高凸红润，并有井字纹出现，说明此人财运会非常的旺。一马平川，一马平川中，马是指的命运线，川是指的川字纹，过了感情线和智慧线方程。若命运线穿过生命线、感情线还有智慧线，也属于一马平川的范围。手相重，称命运线为玉柱线，又叫事业线。命运线从手掌根部直接穿过智慧线和感情线，切记必须穿过智慧线和感情线才能称为一马平川。手相重若有此现象者，富贵无疑，而且贵人运非常的旺。难得的10大吉祥手相。财富纹，财富纹决定了一个人的财富有多少。财富纹直且长的人，他这辈子的财富就会有很多，而且获取财富的路上也没什么曲折。如果很短很曲，就说明这个人这辈子获取的财富不仅少，而且过程也很艰难。手指缝，许多人手指并拢之后的空隙是非常大的，而且一点间隙都没有。如果没有间隙，说明这辈子是很能守住财的，因此这辈子也会过得比较如意，顺风顺水，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波浪。断掌纹，断掌纹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手相。如果手上有断掌纹，那么这个人这辈子一定是会有成就的，是非常吉利的手相。所以有这种手相的人要抓住机会努力，这样才能功成名就。红润厚实的手掌，其实红润厚实的手掌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手相。手掌厚实，捏起来比较软，说明这一生都会大富大贵，而且也很平安吉祥，是很好的一种吉祥手相。不动产纹，有这条纹路就说明自己会有很多家产，不仅是房子，而且还会有许多的财富，毕竟房子也是一种资产，房子越多说明钱也就越多，
因此有这种手相的人一生都会非常富足。6. 钱财纹，钱财纹这里可能不止一条，钱财纹越多，说明能够获得的财富也就越多，因此是越多越好。钱财纹只要有，说明就还是有机会能够富裕的，因此要努力工作，抓住机会才好发财。7. 直觉线，手里有直觉线的人是非常有商业头脑的，很有投资理财意识，因此他们也知道如何抓住商机，去给自己创造更多的价值，从而吉祥富裕。8. 手中财库，手中的财库是聚集在手中心的细纹上的，一般会成一个小三角形或者四边形。这个财库越大，说明能够赚到的钱就越多，手中持有的财富也会越多。9. 太阳丘隆起，许多人的太阳丘都是凹进去的，那么这里就看不出来是否有财了。不过太阳丘隆起的人，财运肯定是比较好的，有发大财的机会。如果太阳丘很饱满，那么也会肯定会是大富大贵的命。10. 中指长，虽然中指一般来说都是最长的，但是中指比其他的手指长很多的话，那么就说明这个人的一生都会非常富足，而且生活也是非常无忧无虑的，是很尊贵的人。第3，手握金竹必暴富，4种发财手，越来越富有。1. 手指如竹笋，金竹手。在手相学中，手代表了一个人的抓财能力。如果一个人的手指长得如竹笋一般细腻而修长的话，这种人大多命比较好，容易富贵。这种手相的人大多非常的善于理财，有着很强的抓财能力，善于运用金钱去做一些投资，能够让钱生钱，手里掌握的金钱也会越来越多。如果再得到一些贵人相助的话，必定能够富甲一方。2. 手软如棉花，如果一个人的手掌长得柔软且很有肉感的话，这种人大多先天命格较好，容易出生在富贵之家，从小生活无忧，还容易得到家中长辈和亲朋的相助，因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比较容易获得成功。而且性格淡，多温厚，命中的贵人运较好，容易得到贵人的相助，无论在生活和事业上都比较顺利，挣钱也比较轻松，一般都不会缺钱花。3. 掌红如血色，手掌的颜色代表了一个人的血气健康。如果一个人的手掌颜色长得较为红润的话，这种人大多血气充足，身体素质比较好，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都比较充盈，做起事来很有干劲，属于天生的上帝宠。而命中很有福气和财气，一生财路畅通，财源较广，做事如有神助，一辈子财源滚滚，很难受穷。4. 掌中有黑痣，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中心部位长有黑痣的话，这类人大多观察力非常强，而且考虑问题思路也比较的独到，很有远见和抱负，内心也比较强大，能够承受挫折和压力，所以在事业方面总是能够看到别人发现不了的商机，特别的适合做生意，总是能够抢占先机，挣钱的渠道比较广，速度比较快，善于积累财富。第4，十分少见的富婆手相，肤质白里透红，有贵气，天生少享福命。中指较长，容易大富大贵。中指较长代表着有较强的权力欲和富贵欲，他们的理想目标是一定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要出人头地。他们有较强的进取心，做事大气，不拘小节，不会被一些小的财富而迷失方向，这样的人更容易能大富大贵。手指并齐没有缝，聚财理财。除了大拇指以外，将4个手指并拢，如果指缝间没有缝，连芝麻都掉不下去，这样的人很会存钱，不管男女都很擅长理财，生活中的开支和花销都是精打细算，不会盲目所
一，这种人很容易大富大贵。钱财纹多，会理财。钱财纹也称为理财纹，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面很多细细的斜线，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代表着财旺钱多，一生有花不完的钱，生活上必定是大富大贵。手中多财库，有财运。手中的线互相交错中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为三角形或的人，甚至手中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这些形状为财库，代表着财富。不管男女，他们在钱财的运气上会比较幸运，容易大富大贵。手掌厚实，有聪明的求财头脑。手掌厚实的人代表财运事业基础好，不管是生活或工作，他们都会充满着干劲，在求财上有聪明的头脑和灵活的智慧，他们也会为了自己的未来一直在默默的努力。这类手相的人比较容易能大富大贵。六，太阳丘隆起，有赚钱能力。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财富。如果手掌中太阳丘隆起，说明此人很具有赚钱的才能，工作中奖金多，财运上亦有意外发财的机会，并且能存得住的钱一定不为钱财而累。男的财运好，女的则容易嫁有钱老公，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第五，案例分享。第一个，掌面流光溢彩，手指条达不见缝隙，偏土行掌，土人稳重传统，做事有诚信，四指严丝合缝，能守财之进退，指节间米糠数文。古代讲是衣食无忧，现代讲小康无忧。食指很长，和兄弟姊妹缘分深厚，也更加注重原生家庭和亲情。掌丘来看，小指水星丘饱满，有活力和口才，沟通能力强，对商业嗅觉也灵敏。食指巽宫饱满，但右手巽宫见杂纹，正财有但不稳，水星丘也见杂纹，偏财也有但不长久。左右手太阳丘都见很多条太阳线，说明人缘不错，比较注重自己名声，比较爱面子，甚至有些虚荣。左手生命线偏浅淡，而且横纹较多，生命线弱，说明体质不强，运势根基不强。相对生命线，脑线倒是深长，人很聪明，脑力强，但体力不强，是个典型的爱动脑不太爱运动的人，建议平衡脑力和体力，人生运势才能稳定长久。第二个，面相骨为阳，肉为阴，讲究骨肉均匀，男阳女阴，男女有别。对于男人来讲，骨稍多于肉，阳气更足，男主有些肉多于骨，阴阳不协调，偏营养质，有些中物欲爱消费，做事有些偏懒散。五官端正，眉浓稍散，为人正直，重情感性，易仗义疏财，额头开阔，早年聪明，学运不错，但鬓发侵入驿马宫，出行运势一般。此处也是30岁之前的财帛宫，早难于前，对于钱财方面比较大方。眉浓稍短，做事效率高，喜欢速战速决，但是山根偏弱，有些少耐心和定力，青年时期感情易动荡。鼻梁不起，少城府和心机，容易在钱财和感情方面入骗局。不过鼻头肉，中年能见财。唇含不露，不过唇，稍歪，易犯口舌是非。下巴兜而肉，晚年能享子孙福。从人的手相可以看出很多问题，比如说一个人是否有疾病，身体哪方面需要保护，可以通过健康程度看出一个人的寿命有多久。那么如何通过手相看出哪些人寿命长，哪些人寿命短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一、长寿手相的特征。一、生命线清晰深长。生命线是人手掌3大主纹之一，
不仅是表现寿命长短、健康状态、有无病难及突发事故的部位，同时也是要做预防灾厄和提高的部位。可以说，此纹路在手相中与一个人的生命力、身体健康、寿命长短等方面的信息是息息相关的。若是一个人的生命线清晰深长，意味着其生命力顽强、体格强健，身体健康，不易患病。因此，有这种生命线手相的人，相对来说会更加长寿，生活美满。2. 生命线无分支。对于生命线来说，没有分支是更好的一种表现。手相中生命线无分支的人，身体都比较好，在他们的体内包含着各种病毒的抵抗力，让他们很难被病毒入侵到身体，比较少生病，身体会更加健康。他们积极运动，保持身体健康，生命自然而然也就更长了。3. 手掌厚实饱满。从手相中，从一个人的手掌外形也能够看出其身体健康的信息，从而判断其寿命长短。一般来说，手掌饱满厚实，手背有肉，预示着有福气，财运好，还说明这类人的寿命很长，健康运势很不错，远离病痛，所以这也是预示长寿的手相之一。4. 贵人线交叉。贵人线又称姊妹线，是在生命线的内侧，紧靠生命线，与生命线相互平行的线。若是一个人的贵人线呈交叉状，纹线深且清楚，代表有贵人运，往往事业有成，而且寿命也比较长。有此手相者会一生平顺，多子多孙，长寿喜乐。5. 财运线没有断裂。财运线也叫水星线，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代表一个人的金钱运，也跟人的寿命有关。若是在手相中，水星线距离生命线只有一点点，是一条直线，中间没有断裂，表示这个人的身体很健康，消化、呼吸器官状况都不错，这也是一种代表长寿的手相。6. 手掌色泽红润，有光泽。从个人面相的气色中，可以知晓一个人的健康与寿命。同样，从一个人手相的气色中，也不能看出一个人的健康与寿命。如果一个人手掌的气色发黄、发白，没有血色，这样的手掌多数意味着你身体健康不佳，寿命不长。但如果你手掌的色泽红润，手掌血气充足，则说明你个人的寿命很长，身体健康。7. 掌心有痣。从相学上看，掌心的痣主富贵，有这种痣的人比较少见。掌心有痣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头脑十分聪颖的人。这类人懂得如何能够更好地规划人生，也十分理性地在各种需要选择的十字路口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样的人注定拥有精彩的人生，而且长命百岁。8. 手腕线伸长。手腕线长而深，形状整齐，没有断痕，说明此人的思维清晰，工作能力强，有一定的魅力，既能将工作安排得有条不紊，还能将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伴侣的条件十分优越，也十分注重家庭，双方生活在一起，婚姻幸福美满，工作生活等无忧，同时还会注重养生，自然会更长寿。9. 食指与无名指一样长。食指与无名指一样长是典型的福相，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往往有着勃勃的雄心壮志，在事业和学业的路上都走得一帆风顺，在爱情方面亦是顺风顺水。在顺利的人生里，这种类型的人几乎不会经受灾难，生理和心理都始终保持着年轻和干劲儿，故而定能福寿双全。2. 短命手相的特征。1. 生命线很短。手相中的生命线是主要纹路之一，主要与我们的生命力是相关的，跟身体健康、寿命长短也有着密切的关联。生命线越是短的人，生命力越差，
健康运势不好，身体的抵抗力也很弱，因此这样手相的人很容易被一些病魔困扰，身体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疾病。可以说生命线很短的人从小就是体弱多病。2. 生命线中间有缝隙。一般情况下，如果是生命线的纹路是连续的，那么一般都是不会中断的。但是有的人手中的生命线就不同了，这类人的生命线可能会出现中断的情况。生命线的纹路中间如果是有间隙的，但是后面又连上了，那这样的生命线也代表个人的健康运势不好，命中多病，主其人寿命不长，可能早逝。3. 生命线末端的心形纹。在生命线的末端出现了心形纹，这是一个非常凶的征兆。一般来说，这样的手相很可能不是自然死亡，比如说外出时遇到车祸等等，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意外，随时可能夺去他们的生命。因此有这种手相的人生活当中要注意。4. 生命线周围有很多细小的纹路。如果生命线周围有很多细小纹路的话，说明此人的抵抗力比较差，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经常会受到疾病的干扰，给身体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即使长大成人，他们的身体机能也不是很好，经常会出现一些细微的毛病，比如感冒发烧或者头疼胸闷之类的毛病。这些情况也会引起比较大的病变，给生命带来影响，很可能会英年早逝。5. 健康线下垂碰到生命线。手相中的健康线顾名思义是关系着我们身体健康的纹路。如果你手相中的健康线下垂且碰到了生命线，这样的手相说明你的健康运势也不好，很容易早逝短命，也容易因为健康方面的原因死于非命。其实有健康纹的人并不健康，而是健康出现了问题的预警。6. 智慧线上有星纹。许多人认为智慧线与我们的健康没有关系，但事实上从智慧线中我们也可以推断出一个人的寿命信息。如果一个人的智慧线上出现一个星纹，那么这个人有中风的迹象就会突然出现。因此拥有星纹的智慧线的人需要时刻小心，他们应该注意养生，否则很有可能猝死。7. 智慧线向下弯曲。智慧线不仅与人的智慧有关，还与人的思想、心灵、精神状态等有关。智慧线下垂而弯曲的人是悲观的，他们不乐观，而是悲观和沮丧的。因此像这种手相的人特别容易因为抑郁而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由此可见，那些智慧线向下弯曲的人很难获得长寿。8. 手掌杂纹比较多。如果手掌的杂纹比较多的话，说明此人的烦心事儿比较多，生活中经常处于烦躁压抑的状态，这样心情会给身体带来很不好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心脏方面。如果经常面对繁重的压力和众多烦心事儿，心脏方面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我们都知道心脏的重要性，一旦心脏出现病变，那么很有可能会给生命造成威胁和影响。所以手掌杂纹比较多的话，也是短命的象征。刚刚说的短命手相仅是针对长寿手相而言的，当然手掌的掌纹会随着时间及生活状态的改变也会有一定的变化，同时也要结合其他地方的相来看，这样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相学中手相是一个极其需要注重的地方，通过不同的手相特征可以知道一个人到底是抓财还是漏财。人们常常喜欢说某某某是能抓财，这其实也是有手相的一方面原因。如果是漏财手，首先是不容易抓财，其次就算财富到了手里也容易溜走，
那什么样的手相是抓财手相呢？什么样的手相又是漏财手相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一、抓财手的8种特征。一、事业线起始于土星丘。这是指手掌中的事业线是从中指下方的土星丘延伸出来的，或者说事业线长度较长，能够达到土星丘上。如此修长的事业线，说明了其人在工作中不仅个人能力出众，擅长努力，而且还能够获得贵人的帮助。如此一来，即使他们会遭遇意外变故，也能够化险为夷，保持工作状态稳定不下滑。此外，这类人的情感运势也不差，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在结婚之后获得好的事业运、财运。二、手指齐整，没有指缝。如果手中的5根手指并拢之后没有非常明显的指缝时，也能够体现出其人的财运非常的好。这种手相除了象征着其人性格自律、擅长赚钱且懂得理财之外，还说明了其人很少会因为意外因素而面临破财危机。他们从来不会在生活中铺张浪费，懂得如何正确使用手中的财富，可以说是生活和工作都是井然有序，自然不会有着缺钱的苦恼。3. 掌丘饱满，掌心内凹。微微内凹的掌心再加上饱满的掌丘，这样一种手相就是所谓的聚财手，也被称之为聚宝盆。因为从外形来看，掌心内凹，而四周的掌丘突出，使得整个手掌如同盆地一般，故而有着聚宝盆的称呼。拥有这种手相的人擅长聚财，他们有这类良好的事业运和财运，也知道应该如何去做才可以保持个人财运的稳定。无论是通过努力工作还是投资，都可以获得高额的财富收入。4. 手中拥有好的理财纹。位于小拇指以及无名指根部位置的短小斜线便是理财纹，也叫做钱财纹。这一纹线便是手相中最能够体现出个人偏财运变化的掌纹之一。好的理财纹一般在3条以上，且每一条都是相当的清晰深刻，外形也是近乎相同，没有分叉、断裂等情况的出现。好的理财纹意味着命主容易获得横财。5. 手掌中心长有痣。长在手掌中心的痣被称之为聚财痣，因为手掌的中心往往微微凹陷，其外形就如同一个盆一般，所以也叫做聚宝盆。而位于聚宝盆当中的痣就相当于是财富，所以也称之为聚财痣。这一痣象出现的概率并不高，而一旦获得，就意味着其人的财运十分出色。6. 手指甲红有圆。在手相中，若是一个人的指甲长得圆圆的，红润有光泽，则往往说明他们自身的精力比较的旺盛，个人的财运亨通，注定就大吉大利的富贵相。所以这样的人不但会赚钱，而且存钱的能力也是一流。只要是把钱交到他们的手里，一定会把钱财打理得井井有条，全家人的经济条件也会上升，福泽几代人，儿女也极少会为了赚钱而发愁担心。7. 手掌有井字纹。在相学当中，若是一个人的手掌用于井字纹，尤其是中指与无名指的位置，则往往属于富贵的象征，往往会有财大气粗的说法，通常说明他们会有横财上门，是富贵的象征。一般的情况下，这样的人他们的运气会比较好，个人的能力强，尤其是敢于创造，抓住机会，知道怎么去利用自己手里的资源去创造价值，天生就是做生意的好手。8. 手掌钱财纹多多。钱财纹位于小指下方的位置，往往会以此处的竖纹多多，往往说明此人的收入多多，钱财多多。只要是把钱给他们，极少会胡乱的花销，是聚财的好能手。而且这样的人非常的适合创业，能力运势兴旺，不差钱也不会缺钱，属于典型的财神爷赏饭。只要他们不笨，就一定会取得一定的财富积累，
往后的生活也是会越过越好。2. 漏财手的5种特征。1. 手掌平薄。在相学中，手掌以厚实饱满为佳，这种人不但很有福分，而且挣钱的能力也比较的强，做事非常的踏实，人也比较的勤劳，能挣也能存，守财能力比较强。若是掌心平薄的话，这种人大多性格犹豫，缺乏魄力，难当大人，挣不来钱，一生财运很差，即使是辛苦劳碌，也只能勉强维持温饱，即使有些钱，最后也留不住，属于典型的漏财手。2. 手有漏财纹。所谓的漏财纹，指的是位于食指和中指指缝连接处的竖纹。掌有漏财纹，那手掌自然也就是漏财手了。这种手相的人一般没有理财观念，对于金钱的管控能力非常的差，对金钱也没有什么概念，有钱就花，没钱就借，整天想的不是怎么能挣钱，而是怎样去花钱，而且花钱如流水，想要存钱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钱存。3. 指缝较宽。漏财的意思是手如漏斗一般，抓不住财。如果一个人的手指合并起来，闭合不严，手指间有着明显的缝隙的话，尤其是食指和中指之间有明显的缝隙的状况，这种手型属于典型的漏财手，而且漏财的程度与指缝的大小成正比，指缝越宽，漏财就越严重。这种人一般花钱比较的随性，只要是有点钱就忍不住的要花出去，很难存到钱，经常是拆东墙补西墙，日子过得比较紧张。4. 手指修长。从相学角度来分析，如果一个人的手指长得较为修长的话，这种人一般很有艺术方面的天赋，很有才华，通过自己的努力，往往能够在某一方面获得成功，为自己迎来金钱和名望。这种人对于名声和权力的追求欲要大于金钱，而且注重自身能力的提高和生活品质，金钱并不会是他们特别看重的东西。为人良好的名声和生活花钱方面从来不会考虑太多，甚至为了达到目标更是不惜成本。不过这种人的挣钱能力也比较强。5. 食指向外歪斜。如果一个人的食指长得圆满而直溜，并且与中指紧靠的话，这种人一般生活态度积极向上，做事踏实诚恳，守财能力超强，一生无忧。若是食指长得向外倾斜的话，此为漏财之兆。而无名指如果也是这样的话，那个食指是一样的，都属于一种漏财比较严重的手相。这种人破财较多，日子注定会过得比较清苦。通过上述，大家对抓财手和漏财手是什么样的有所了解了吧？大家可以根据上述的方法来判断自己是不是漏财之手。如果有碰到自己是漏财手的，也不要着急，漏财手也是有化解方法的。小酱汁有3点建议。1. 漏财手的人可以将金钱交给家人保管。如果说一个人破财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投资不谨慎，或是花钱没有计划的话，那么要想避免漏财，可以选择将金钱交由自己的家人保管。只要学会如何去赚取更多的钱财即可，不去管理财富，自然可以减少资金平白无故遭受损失的概率。2. 漏财手的人可以佩戴戒指。当手中存在漏财纹时，可以在食指或者中指上佩戴一枚金质或是玉质戒指，提高自身财运运势。这一类戒指饰品可以起到镇压财气的作用，能够确保自己所赚取的金钱不会因为各种意外而遭受损失，从而减少破财的次数和幅度。3. 漏财手的人可以购买不动产。为了能够存住钱财，可以将金钱直接变成房屋、贵金属以及其他奢侈品等等，这一类商品的价值不会轻易下降，可以算得上是一种特殊的储蓄方式，可以有效降低命主的漏财运。有的人明明赚钱不少，但因为各种事情从而导致无法攒到钱，这就说明自身漏财。
这就需要我们在生活中格外注意，必要时通过一些手段，从而防止漏财。3种非富即贵的掌纹。我们都知道手掌上有3条主线，分别是生命线、智慧线和感情线。由于这3条主纹在手掌上的位置不同，会形成不同的手纹图案，其中川字掌、M 字掌、断掌是比较特殊的情况。一般来说呢，掌纹出现这3种情况的人都是非富即贵的。今天小酱汁老师就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3种掌纹的特征以及命运情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1. 川字掌。俗话说呢，女穿事事福，男穿事事难，右穿代代福，左穿累累金。从手相学角度来看呢，这句话如何理解呢？男女有川字掌的命运如何呢？小酱汁老师来告诉你。1. 川字掌的特征。手中3大主要线纹，生命线、感情线以及智慧线互不相合，从外形来看就有如一个川字一般，故而称之为川字掌。2. 女人川字掌。有川字掌的女性多是女强人，巾帼不让须眉，个性独立，永远对丈夫的成就或者子女的学业不满意，很难依靠男人。若配偶或者子女的能力稍弱，则容易因为承受过多你所带来的压力而造成反效果，进而导致家庭婚姻失败。所以有川字掌的女性宜迟婚，或者在婚姻生活中多加忍让，宜配较自己年长的男性，又或者是异地姻缘，聚少离多，反而相处愉快。不过有川字掌的女性通常情况下也旺夫，丈夫也很容易在和她结婚之后发达起来。3. 男人川字掌。拥有川字掌的男性多半性格独立，自尊心超强，但同时他们也比较鲁莽，性子急，做事往往不计后果，即使完成了任务也有许多错误发生。在事业上，这种人创业往往不成功，一生阻碍多，因为性格问题容易得罪他人，到处碰壁，最终导致失败。若是跟人合伙做生意的话，最好选择一个心细的人较为合适。另外呀，这类男性在性格上比较叛逆，自尊心极强，容不得别人说他半点不对，所以在感情上易和恋人发生不快。作为单身人士来说呢，因为性格多半不被异性接受，所以晚婚的可能性较高。4. 川字掌的命运。古时认为川字掌的人刑克很重，不行父便行母，与父母亲缘分较薄。因为从小就个性叛逆不顺从，即使与父母亲同住，也很难接受他们的关怀与爱护，因此以过房养大，即跟随亲戚朋友长大，如祖父母、外公外婆一起，不宜与父母同住。不过呀，这也代表他们有机会早年离乡别井，往外地读书或者发展，与父母兄弟姊妹聚少离多。川字掌的男性容易事业有成，女性亦容易成为女强人，但因为个性强、脾气刚烈，因此不宜早婚。川字掌之人不分男女，大都是精明干练，喜自由自在，而且独立性强，胆子大，但容易感情用事，常常不计后果，与六亲缘分也很薄。所以呢，最好可以改变一下个性，不要一意孤行，多听听别人的意见，不然呢，夫妻常常会有口角，甚至离异。2. M 掌纹。M 字形的手纹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掌纹，一般有钱有势的人都是这种掌纹。那这种手纹的人命运如何呢？小酱汁老师来为大家具体讲解一下。1. M 字掌的特征。M 字手形手相由我们手中的生命线、智慧线、事业线和感情线所形成。事业线自手腕处开始向上延伸，一直穿过智慧线到达感情线，与手掌上的其他掌纹形成一个斜的 M 形。2. M 字掌纹的命运。有 M 字掌纹的人通常有很强的事业心，拥有远大的目标，会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付出，不达目的绝不放弃。因此这类人往往不到40岁就能够功成名就，名利双收。拥有这种手相的人，感觉自己不算成功的话，表示自身还不够努力，或者努力的方向不对。只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或者事业方向，他日一定能跃升到富翁的行列。这种手相的人个性很热情，很有正义感，对朋友很讲义气，并且能在朋友苦恼、迷茫或者负能量的时候为他们排忧解难，也能为他们指明方向，甚至能够毫不吝啬地批评他们。
这样的人懂得自我激励，有自制力，所以更容易获得成功。这种人眼光出色，直觉敏锐，不会被轻易蒙蔽，前途不可限量。3. 断掌。断掌的手相是一种不常见的手相，因此很多人对断掌的手相不太了解。相学常说男儿断掌千斤两，女子断掌过房养，这是真的吗？断掌的人命运究竟如何呢？一起来了解一下吧。1. 断掌的特征。我们的手掌通常会有3条线，分别命名是生命线、感情线和智慧线。如果其中2条掌纹线即感情线和智慧线合二为一，横贯手掌，我们将其称之为断掌。手相中呢，叫做通贯手纹。此外呀，尚有2种非典型的断掌，一种是感情线贯穿手掌，而另一种是智慧线横贯手掌。2. 男人断掌。男人断掌说明这个人头脑灵活，比较擅长把握机会。如果有事业线和太阳线，其在财富以及权力上将会获得很大成功。断掌的人性格上显得坚强，自信心充足，处事极为理智，不易受感情或者亲情所左右，自然独立性较强。3. 女人断掌。女人断掌这种手相的为人比较固执，你的性格比较成熟，比较独立，父母对你的帮助不大，凡事呢都要多靠自己，但你在感情方面不太顺利，要多加注意。婚姻上容易出现二婚的情况，要慎重考虑。4. 断掌的命运。有断掌纹的人，因为婚姻线和智慧线重叠到一起，具备智慧和感性的双重理性，一般比较睿智、聪明，判断力强，能力强，比较重感情，爱憎分明，做事果断，有利于事业发展。他们对朋友、亲情敢爱敢恨，大多是付出比较多，不计回报型的性格，会得到亲朋好友的信任，贵人较多，有恒心和耐心，具备敢打硬仗的性格，所以往往能够成就大事。如果手掌很软很厚则更好。很多有名企业家、官员、业界名人具备这种手相的人较多。同时呀，有断掌人的人比较极端、固执、较劲儿，容易出错。如果2只手都有断掌纹，表示这个人过于刚正不阿，得理不饶人，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但是记住，过刚易折，过刚易断，很多人在这个上容易惹到大的麻烦和灾难。比如引起官司口舌、牢狱。假如手相干枯、露骨、无肉，再有断掌纹，非常容易遇到以上的情况。假如你的手相是单手断掌纹，那么你可能会有偏执的性格。当你恨一个人的时间，会对人非常反感，甚至就不能看见这个人，非常容易和人发生矛盾，一生官非较多。当你爱上一个人或者一个事儿的时间，哪怕自己是错的，你也不好改变自己，甚至容易过激。在人的手掌中，主要有3条大的纹路，分别是感情线、智慧线和生命线。通过观察这些纹路的形状、走向、颜色等，可以大致了解一个人的性格和命运。而除了这基本的纹线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样式的杂纹，如十字纹、三角纹、星纹、井字纹、米字纹等等。通过这些杂纹的分布情况，也能够解读一些命运信息。今天小酱汁想给校友们介绍3种富贵弧线。一般情况下，有这3种弧线的人都能成为某一领域的领袖人物。快来看看你有没有吧。1. 木星环。什么是木星环？在食指根部木星丘上有一条略微向上弯曲，围绕木星丘而生的细纹，被称为所罗门环，也称木星环。手掌中出现木星环的人，智能很高，第六感很强，注重外表，交际能力强，通晓人性，对心理学十分感兴趣，也有神秘学方面的天分，善于用巧妙的语言委婉地宽慰和开导别人，很适合从事心理辅导、宗教及命理方面的工作。2. 不同形态的木星环命运如何？木星环清晰完整。假如手掌中的木星环清晰完整，预示其人具有精准的分析判断能力，很善于观察事物的本质，能洞悉他人的心思，而且天生有着很强的贵人运，即使身处险境也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并且能抓住时机，把握好运，人生渐入佳境。手掌中出现木星环的朋友，除了有化险为夷的好运以外，也有着不错的异性缘，往往能因为自己注重外表的个性，再加上独到的眼光，而找一个相貌好、气质佳的伴侣。
2. 有2条木星环，如果木星环出现2个，即是双重木星环。有此首相特征的人，洞察力尤其出众，拥有洞悉他人的天性与分析事物的潜能，第六感很强，通常会出现在一些占星学家、命理师和心理学家的手掌中。2. 贵人线。什么是贵人线？贵人线是指在生命线的内侧生出的短线，又名火星线，古人也称其为祖荫线、阴路线，意思是祖上积阴德而产生的文线。阴德深厚的人手掌中通常会出现明朗而深长的贵人线，其人慈爱善良，遇事多能得到贵人相助，从而化险为夷，也容易因为得到贵人的助力而获事业成功。2. 不同形态的贵人线命运如何？贵人线生得清晰深刻的人，无论男女，对待工作都非常积极热情，拥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而且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和提拔，事业一有所成，生活平顺幸福。假如生命线生得不佳，但旁边出现好的贵人线时，会大大弥补生命线的不足，所以贵人线又称第二生命线。2. 贵人线一条。从贵人线上也可以看出其人的感情生活是否幸福。假如手掌中有一条清晰而深长的贵人线，随着生命线一直往下延伸，代表夫妻2人感情能够维持长久，特别是贵人线的末端与生命线紧贴时，2人的感情会越老越浓。若贵人线末端与生命线的距离越来越远，2人虽然会一直维系着婚姻关系，但心的距离却会随着时间的加长而越来越远，因此这类人特别需要用心维护感情。3. 贵人线多条。假如手掌中有多条贵人线出现，其人有着旺盛的桃花运，身边不缺少异性。假如靠近生命线的贵人线伸长，其人虽然桃花运旺，但与另一半感情很好，外人无从介入。如果不是的许，则可能心里另有他人的影子，比另一半的分量更重。4. 贵人线呈交叉状。若手掌中有2条贵人线呈交叉状，且纹线深而清晰，表示其人寿命较长，命中可得功名利禄，亦能够白手起家，做出一番事业。假如手掌中再有一条清明的太阳线，其人一生平顺，会名扬四海，多子多孙，健康长寿。5. 贵人线的支线触及事业线。假如贵人线的末端分出一条支线与事业线相连的话，其人活力充沛，工作态度积极，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女性手掌中有此特征时，其人在工作容易遇到强有力的异性帮手，从而免掉许多单打独斗的挫折和辛苦。6. 贵人线上出现障碍线。假如有多条障碍线横切过贵人线，表示其人虽然会得到贵人的帮助，但也常常受到一些人的拖累和阻挠，甚至会造成金钱方面的损失。在人际关系上，常常会轻信他人的谗言，而产生很多不良的影响。而且有了孩子以后，会变成全职保姆。贵人线上有指纹分叉的人，可能会遇人不淑，一直在感情上受伤，因此情路较为坎坷。3. 金星环。什么是金星环？金星环是一条圆弧形的短线，通常起始于食指和中指间，终止于无名指和小指间。金星环只在一部分人的手掌中出现，而且大多数的人是细弱不清的，只有少数人的清晰深长。手掌中有金星环的人，感情非常早熟，有早恋的倾向，其人对感情非常执着，在遭遇感情波折时，通常都能够表现得很坚贞。2. 不同形态的金星环命运如何？金星环呈弧形，且纹路清晰，无断痕。金星环深而清晰而无裂痕，且自食指和中指之间，终止于无名指和小指之间最为理想，表示其人感受性丰富，且具有卓越的美感。许多影视明星和艺术家手掌中常有这样的金星环。如果金星丘同时高高隆起的话，其人多欲，有沉溺于酒色的倾向；但若是金星丘隆起不明显时，其人德高望重，应有明志。假如金星环形态佳，感情线也生得好的话，其人可借他人之力完成自己的期望，越得到的成果往往超乎自己的预料。金星环越长越有力，但既与感情线相交。相反，假如只是金星环形态好，而感情线不好的话，其人容易在感情上遭受挫折，且容易受到诱惑。2. 金星环靠近感情线。金星环与感情线距离过近时，其人容易沉迷于感情中不能自拔，个性不开朗。假如金星环纹路
清晰完成，结果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假如星星环很浅很杂乱，则感情上容易受伤，而且时常会发生破财之事。金星环与感情线距离很近，且感情线末端开叉的话，其人个性较为念旧，喜欢回顾过去。3. 金星环呈直线状，金星环呈直线状且靠近感情线时，被称为理线财，表示其人有很好的偏财运，常会获得意外之财。假如理财线清秀明显的话，其人善于理财，合适从事出纳、会计、财务等职，可得名利富贵。但若理财线杂乱不清的话，其人往往财运欠佳，整日忙碌于生活。4. 金星环有多条，有多条金星环的人极富好奇心，做事喜欢故弄玄虚。假如多条金星环并行在一起，且纹路清晰，表示其人感情丰富，做事较有条理，可得成就。假如多条金星环排列杂乱或呈草根形，其人个性喜新厌旧，自制力差，常因一些不好的习惯而招致失败。5. 金星环不连贯，金星环断断续续不连贯的人虽然有魅力，但大多用情不专，容易见异思迁，只能够共享乐而不能够共患难，是标准的危险情人。金星环虽不连贯，但智慧线形态佳的话，其人会有较好的艺术天赋，会将感情在文学、美术、演艺等方面表现出来。假如智慧线形态也不好的话，其人容易感情变态。6. 金星环过短，金星环生得较长时，其人自信心强；假如生得过短时，其人缺乏安全感，疑心病重，做事容易犹豫不决，爱钻牛角尖，不懂得变通。7. 金星环与感情线相交，感情线直达食指与中指间的指缝，且与金星环相交时，其人做事以执迷不悟，误入歧途，最后导致钱财名利落空。8. 金星环与婚姻线相交，假如金星环延伸至水星丘，且与婚姻线相交的话，其人婚姻生活不稳定，夫妻易被拆散或介入到别人的感情中。假如智慧线有缺陷的话，表示无法控制情欲，且容易受骗。9. 金星环上现倒纹，金星环上如果出现倒纹，表示其人热情慷慨，做事容易受感情支配，不太理智。假如智慧线形状好的话，其人比较适合从事慈善、接待等需要付出热情的职业。家友们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手掌上有没有这3种奇怪的纹路。当然，相不独论，这些手纹也只是帮助你更加了解自身运势，并不会完全决定你的命运。希望酱友可以正确看待。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